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中国在2010年呢捣毁了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在华间谍网，令 CIA 出现了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安全漏洞。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美国特务机关哀叹他的间谍大量的被捕，我们能说活该吗？最近呢美国媒体披露说，圈个有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间谍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潜伏特务被大量的抓获、击毙和策反。这种事情呢一点都不让人奇怪，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是作恶多端的，总有一天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沉重打击，那是必然的。其实从反间谍的战术来看呢，发现特务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只要抓住一进一出两个关键点，就可以把潜伏的特务找出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现实，在我们当今的中国为外国情报机关充当间谍的中国人，不是为钱就是受到了胁迫被人抓住了把柄，没办法了。这些人潜伏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之中，必须和外国情报机关之间有一进一出的联系。进就是指接受指令、器材和酬劳，出呢就是把自己收集到的国内情报传递出去。那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想要完全堵住潜伏特务往外传递情报，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发现一个人有没有不正常的收入，那还是比较简单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监视他的银行账户来实现，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监视一个人的消费情况来发现。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已经公布的案例，所有对外出卖机密情报的人，没有不爱钱的，没有不收钱的。卖情报那就是想办法收钱呢，收了不正常的钱就一定会被发现。另外在我们中国随着天网工程的推进，我们的城乡里面已经是基本上实现了摄像头的无死角覆盖，加上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和步态识别，可以说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随时随地在全中国找到任何一个人，并且识别他的真实身份。无论外国特务还是潜伏的特务，要想通过隐姓埋名、伪造身份在当今的中国活动，那已经是越来越不可能了。那些还没有被抓到的特务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反间谍机关不是没有发现他们，而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了。另外美国情报机关还面临一个非常可笑的困难，就是因为美国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控不力，造成中美之间的人员交流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美国又无端的对双方人员的往来设置了重重障碍，这就导致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的数量是断崖式的下跌。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为情报处、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技术人员呢，大多都具有很高的学历，或者是某些领域的专家。这个机构的组织、人员、经费和活动情况是严格保密即使是美国的国会也不能过问。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中国在2010年呢捣毁了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在华间谍网，令 CIA 出现了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安全漏洞。一般来说美国派遣间谍进入其他的国家所采取的身份无非是外交官记者访问学者商人游客或者是被策反后回国的留学生、商务人员。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的那种短期的入境身份，也就是游客，几乎不可能再用的。学术交流活动呢，在美国政府疯狂的访华政策之下，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能够到中国来进行学术交流或者是做客做研究的美国学者那少而又少。如今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很难，那你连策反对象都没有了，剩下几种身份的人数量又比较少，在稀稀拉拉的国际航班当中，这些特务的身份呢，就像灯光一样的耀眼美国情报机构无论要向中国派遣特务，还是想把已经暴露的特务撤回国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进出不便美国派遣到中国的特务就变成了瓮中之鳖，他们要么彻底的不搭理美国情报机关的指令，默不作声的过正常人的生活，要么就只能等着中国的反间谍人员上门来请他们去喝茶。这样下去，美国部署在中国的情报网和特务的数量
就变成了一个单调下降的函数。至于中国反间谍机关是不是策反了某些美国的潜伏特务，并且用他们来向美国发送一些假情报呢？这个我们当然不清楚。但是有个真实的故事啊，二战期间，英国第一时间就破获了纳粹德国的间谍网，策反了特务，在以后的几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通过他们传递欺骗性的情报，这个为二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俄罗斯它是继承了过去几十年来苏联与美国间谍战的主要组织机构和斗争经验，可能还继承了数量庞大的情报网。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就是特工出身从事反奸防特工作，那是他的看家本领估计他抓美国特务那是手到擒来。伊朗的反间谍能力相对的薄弱，在过去几年里吃了不少的亏。伊朗很多的军政要员，特别是核武器的科学家和设施，都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严重的破坏。但伊朗呢，好歹也是个文明古国当然也懂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鲜血中吸取教训。在发生了破坏事件和刺杀事件之后，在内部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寻找潜伏特务，那也是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中国呢，当然不是美国情报机关眼中任人宰割的对象。中国人设计诱谋，那是美国人的走钟。在《孙子兵法》和36计当中都提出了使用间谍的战术。东汉末年的三国期间，各路诸侯更是把用间与反间是用到了极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谍报战的高潮。如果中国反间谍机关要全力以赴的同美国打一场情报战的话，那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新手村里的玩家而已。文化、历史、科普领域的创作者请注意好看视频呢将重磅上线知识讲说人活动。第一季活动面向文史科领域的创作者，参与即有机会获得活动专属系列的荣誉勋章，还有高额的流量卡以及万元现金榜单的奖励等着你。注意参与活动的视频必须包含圈哥有用那什么是圈哥有用呢？圈哥有用，这里是个知识点。所谓三步，什么是三步政策呢？圈哥有用，这里是个知识点。所谓三步政策就是不懂、不读、不。提前准备起来吧，让我们相约知识讲说人活动，不见不散。